好，今天我们来录会员影片啊！我今天还特意包的柚子，你看，专业水准啊，一点皮儿都没有，还切了一个大石榴，水果很好。然后我刚才本来想喝个那个叫啥梅子酒，富贵非要让我喝红酒，喝红酒，为啥要喝红酒呢？看电视剧啊，有时候看电视剧你是可以喝着啤酒，加上这个卤味儿看电视剧。有的电视剧呢，你是可以倒一杯红酒来看的。所以和你聊天，我必须得喝红酒呗，是这意思呗？今天聊这么厉害的话题，接下来聊影后。这我们最近看的一个台剧啊，我们用2天时间看完的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们2个都觉得很好看。首先，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女性群像剧，是属于渐入佳境的一个很好的一部电视剧，因为我觉得人物做得非常扎实，有各种线啊，成长线、爱情线、亲情线，然后友情线，什么都有。而且它没有男一号，没有女一号。对，是个群戏。对，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另外一个女性，就是女性可以嫉妒，可以爱，可以有野心，等等等等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设计。你最喜欢剧里的哪个人啊？壁虎。壁虎，我最喜欢壁虎和胖姐。我反而觉得这2个角色是非常画龙点睛的，它不是在主线里面。我首先给这个电视剧啊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。是咱们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近几年看台湾电视剧，我觉得看的最优秀的一部电视剧。因为咱们2个人啊，平常啊就是喜欢看都是悬疑剧，就是强情节的电视剧。对。但是因为其实咱们总说电视剧嘛，就是你就要看故事嘛，因为你是要一个比如说是几十集啊、10几集、几十集的一个那么长的一个东西，你用什么来能把你抓住？是要靠故事把你抓住。所以咱们2个人其实这几年看的，可能我觉得近10年吧，看的电视剧都属于强情节电视剧。咱俩结婚才9年，你和谁近10年？你那1年是和谁看的？那我也看呀，不能说我只能跟你结婚才能看电视剧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，咱们就在说强调说一个电视剧你要讲好一个故事，就是总是这种说法，就是你没有好故事，你这个电视剧就不成立。看的电视剧就韩剧偏多，因为韩剧强情节电视剧比较多，对，而且故事都很扎实，对，它没有浮在表面的一些东西，对，就有一些电视剧它就浮在面上，你都不知道它讲半天的根儿扎在哪儿，都不知道它到底想讲什么，都是一些炫的酷的东西，就是情节上面是完全是浮于表面的。对，因为韩剧的优势是因为它本身强情节故事很扎实，然后它又把每个人物做得非常足。所以它就变得非常好看，就是你看人物也有，看故事也有，那所以这个是咱们为了就一直喜欢看这个韩国电视剧的原因。对，那台湾电视剧近几年咱们看的，比如说有这个《华灯初上》，然后还有这个模仿犯，对，谁是被害者？我觉得这3个，包括咱们看了电影那个，你知道咱俩应该看哪个吗？我们与恶的距离，其实那部戏特别好。是哪儿的电视剧啊？台湾的。是吗？特别好的一个电视剧，我一直有听说，但是一直因为奈飞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看，一直想看，都好多年了，特别棒的一个电视剧。哦，所以这些类型都属于强情节的剧情类型，但是你说为什么影后这个电视剧其实它没有什么强情节，它甚至说都没有什么故事，有那种支离破碎那种很琐碎的一个故事，完全是讲这个人物的，但是它每个人的身上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丰满，而且他把每个人的人物的个性啊，包括这个刻画的，对，就是人物这个每个人物在这个转变生活中的这种挣扎呀，都做得淋漓尽致。对，我看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同感哈，就是我就说有的时候看他们这几个女演员演戏，我就觉得简直就是把我拉回到了我小时候，我跟我小姨去剧组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，就他们把女演员的那种挣扎、那种嫉妒、那种就是纠结，还有害怕变老、害怕被淘汰、害怕就是被别人取代的那个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。而且就是我觉得演员演的都特别好，每个演员演的都特别好。对，当时咱们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惊讶，就是这个导演为什么能和那个编剧能把这个故事编得这么真实，就是
就一看就是他很有这个生活的，很有这方面生活的。因为咱们总说编剧，你写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要懂那个生活。我觉得编剧跟导演都非常非常有这种演员的生活。后来我就在那个 Google 上查了一下，这个导演以前是演员，他是演员出身，所以我相信他是把他这么多年的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观察、辛酸史啊，都把它写在这个跟编剧写在这个剧本里了，而且他拍的非常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品。我觉得演员演的都特别好，演员好，包括那小女孩，那小姑娘，对史艾玛，她的演员选择上也非常，就是很适合这个角色。对，而且包括她的这个，你比如片头的制作呀，包括她的音乐设计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，我觉得国际化了。就是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这个，就是明年的我觉得金钟奖的大赢家。是吗？我觉得。咱们拭目以待呗，拭目以待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大赢家。我后来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音乐创作啊，他好像有多少，至少10几首以上的音乐主题曲啊。因为咱们通常有时候做电视剧是为了省钱嘛，你就可能做3个主题曲，就4个主题曲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他是把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每个人物的一个代表的音乐，代表的主题曲。是吗？因为他每一集你看他的落点。都是落在某一个人的命运身上，然后他每一集结尾的音乐歌曲都不一样，是跟他这个人物是能够搭在一起的，就能够匹配他这个人物的这个命运的，所以咱们就有时说这个一个影视作品，包括一个视频来讲，音乐的重要性，就是音乐你选择好了，你是给你这个东西加分的，给你的作品整个加分的。就是你可能没有台词，你可能就音乐是你的第2个台词，是你的第2个对白。就我一直是这么认为，音乐的重要性是在这儿。就是它一定是它给你的剧情，它给你的故事去加分的。但是你音乐如果选择不好，你就变成了噪音。你就看很多这个就是以前很多电视剧啊，就是音乐都是瞎做，就是反正就是一共作曲可能做了10段音乐。他就咔拽过来用，咔拽过来用，觉得这儿差不多，咔拽过来用。你用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就你的音乐是多此一举的，你根本就是给你减分的项目。还不如不要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在音乐上，它是花了很大的价钱的，花了很大成本的。这部剧你觉得有缺点吗？有，咱们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有缺点。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第1集做的不好。因为它的我们俩觉得做第一集。要不是观众跟我们说这个很好看，我们俩第1集就弃剧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你很多人说你们一定要看看影后，然后你记得我开始还跟你说呢，我说这是那个年代剧吗？咱们还往下看吗？就我还在跟你说，你说大家都说这个反应特别好，对，然后咱们就往下看下去。我觉得他是在第2集或者第3集的某个情节、某个点，他打动我的，他让我继续就想看下去，而且越看越上瘾，越看越上瘾。那所以我觉得他第1集的，就是至少我个人认为啊，他不成功。那其实这个他会受影响的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看了第1集，可能就不想往下看了。对，尤其是现在就是看过了就这种快文化、快节奏，前1集要是不抓人的强情节看太多了的话，就真的就容易。跟不上了，就脱轨了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是他第1个缺点。第2个缺点呢，我觉得这可能跟制作经费有关系啊。它的制作水准，我觉得没有那么高，就是它的比如说美术啊，包括造型啊，包括这些人物啊，包括画面啊，不是很高。但它的片头做的确实挺好。所以你就感觉它的片头跟它的这个剧的拍摄，它好像没有那么搭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一看它片头，觉得哇，好国际化，但是它的里边的制作水准，我觉得一般。但还好演员都好，对，演员还好，演员好，故事好。对，我觉得这可能跟制作。但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，一般普通观众好像不太会注意到这一点。就是我觉得观众看的还是情节和表演。对，但是你说如果拿一个韩剧，现代剧的韩剧，跟一个现代剧，就是现在的韩剧啊，跟把这个剧摆在一块儿。你就能看出来，就它的制作水准应该是不高的。制作水准不高，我觉得这跟就整个制作团队的这个
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预算也有可能是。对，跟预算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其实台湾制作是可以吸收一些，就是国外的制作人员团队加入进来的。你比如说好的美术啊，好的摄影啊，其实是可以加入这些人进来，会让你这个东西本来加分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缺点的部分。但是对于一个电视剧而言，你说这个东西也不能算是缺点，就只是咱们因为既然你问到我这个缺点了，那我就谈我的这个感受嘛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缺点呢？我觉得缺点它的最后的落点，让我有点小小的失望，因为它最后落在了男女关系上面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最后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内核其实是非常强的，讲女性这个群像，她的这个不管她的职业，她的各方面，它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内容。他最后完完全全落在了一个男女关系上面。当然你必须得有这个东西哈，但是我觉得他最后这一部分过强了，尤其是就开始拍那个《亲爱的导演》开始就从那一部分。这中间那一部分，我觉得非常的抓我恨不得就盯着他每个人的表演去看，每个细节去看。但是开始拍那部戏《亲爱的导演》那部戏的时候，从那一部分我就开始这样，看一会儿就收会儿神，看一会儿就想一会儿别的了，我就觉得失去了我对他的一个期待吧。但是你说他本身你就讲娱乐圈这点事儿，他就是这点破事儿啊。是不是你得有情感，尤其像周凡那一部分，因为他从拒绝谈恋爱到最后就是勇敢嘛，勇敢做自己，爱需要勇气，他是需要这个东西的。感情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出轨，你可以当小三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点是落在这几个女性的视角。其实这个是属于一个很有深度而且话题性非常强的一个电视剧。对，就它会有这个就讨论价值的。对，对了，我还想起个缺点来，打炮。对他每一集都得有个床戏。你看我每一集我跟你说，我说这集谁跟谁打炮。对，他很神的，你知道吗？看每一集看到前5分钟，他就说这一集结尾肯定是谁和谁要打炮了。每一集他都能指出来谁和谁要上床了，谁和谁。但是呢，我是觉得上床这个东西。床戏它有它的在这个一部戏里的商业价值，有它的作用，还有合理性。对，但是呢，有的床戏我觉得有点往上硬安了。对，而且他拍床戏吧，拍的也不好，就是你草草收场。你要不然你就把床戏拍到极致。你要打炮你就打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打，你就光脱了一件衣服，然后你就结束了。你很失望啊？你想看啊？不是，这个是你的，因为你的剧情已经推到那儿了。对，你其实需要一个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哈，为什么就是，我觉得当然文化也有哈，有这个原因，就是其实你看韩国的床戏，拍的就很极致。拍的就很好看，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跟台湾也有这些就是限制它制度等这东西，点到为止就行了。因为你毕竟拍的是一个台湾电视剧嘛，所以也会有那种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男，我跟你讲，壁虎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，对，他的感情生活是非常非常重的，可以一比的。对，然后到他们俩在做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，都已经都那样了，你就打呀，结束了。就亲了一下，还对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就你知道，就有一点那种小儿科了。对，而且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他是在生活中有挣扎的。对，就是他为什么他之前有一段时间想说我不做了，他觉得他累了。对，那个是他的生活挣扎的一个导火索。怎么能把这个床戏作为一个就是情绪的一个发泄口，作为一个就是情节需要，而不是说商业需要，把它放在那里？怎么拍能把它拍的有价值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床戏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像你说的，像壁虎，他这个床戏他可以把它拍的很有情感，很唯美。对，就不是所有床戏都得是猥琐的床戏。我觉得周凡的床戏拍的就还可以，那时你就感觉他是确实是需要对才去拍的。对，周凡的还是是不是？对。他从当时那种就是很落魄，对，然后我需要有一个发泄口，对，就他的是拍的很到位的。然后但是壁虎这一笔是因为从开始大家都知道壁虎，但壁虎我觉得这个演员本身是个直的啊。
我们觉得壁虎是直的。对。但你说壁虎这个演员，从剧情设计开始，就是壁虎跟这个舞蹈老师，就肯定他们俩要打炮的，就是大家都能想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是期待说啊，你什么时候打，什么时候打，什么时候打。对，所以演壁虎的这个演员是直男嘛？我们觉得他是个直男，但是我们因为对这个演员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。那他们去参加那个彩虹，我们俩还看的时候，我们俩还说，我说哎。他俩去参加那游行了嘛，然后服务员还说参加了，我说你看见了，他说看见了。其实你就聊到这儿吧，咱们其实就聊了台湾的这个影视剧啊。30年以前，90年代，台湾的电影电视剧，是在亚洲那真的是我跟你讲，那是巅峰时代啊，那是顶峰时期啊。那小时候那些偶像剧不都是？对啊，你小时候你能想到的就是金庸的作品，然后台湾的偶像剧，什么《流星花园》，还有琼瑶的作品。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整个亚洲，包括整个大陆、整个亚洲华语市场，全看的都是台湾的。在这一点上，陈姐就是功不可没的。她是第一代把台湾的，包括小虎队。把台湾的歌手，把台湾的电视剧亚洲的带到大陆去的。对，就是陈姐在这一撇上是功不可没的人。其实香港的东西，我一直认为香港本身这个社会这些人，他是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。你看香港人做的东西，要不就是搞笑恶搞，要不然赌钱，哎，要不然黑社会、赌神、古惑仔，就是完全是这个类型。但这个跟他们的整个制作体系是有关系的。你知道很多香港导演。年轻的时候都是开大货车的，就在剧组开大货车的，做厂工的。我认识好几个人都是干这个的。然后都是什么以前给王晶的拍《古惑仔》戏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司机呢。后来慢慢就变成导演了。香港人拍电影，很多人以前是没有剧本的，拿个分场，拿个梗概就拍了，然后演员的现场就胡咧，就拍下来了，然后就是恶搞啊。但是他的那个恶搞呢，我觉得到后期，包括到90年代末期、2000年的时候，大陆的这个喜剧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，包括沈腾啊，包括徐峥那批人、黄渤那批人。所以，但是那批人他们做的喜剧是有文化底蕴的喜剧。对。那当然因为你人是逐渐在更新嘛，就年轻人接受这事物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们爱看的就不爱看那种庸俗恶搞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就是你做喜剧，如果你做这种庸俗恶搞的东西，你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。所以香港，你包括现在香港还周润发什么拍那个赌神什么的，你就现在了，你还在拍这个30年以前的东西，你说怎么会有人爱看呢？根本就没有人爱看了。经典归经典，对，你的许文强该经典是经典，但是呢，都是时代的催发吧。港剧最早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周润发什么张国荣，他们3个人演的那些作品，确实特别好。就那个时代，包括《古惑仔》那个时代的东西，但是因为你到97回归以后，因为香港的主要市场大陆嘛，那你的审查制度就不让你再拍那种黑社会的东西了，而且黑社会的东西你总拍也没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已经拍到极致了。因为他写的是，因为确实在英国殖民的时期，他那个时候香港是黑社会是很昌旺的，对，是真实存在的。香港那个60、70年代黑社会。你包括台湾以前也是黑社会都很盛行的嘛，那个什么这个帮那个帮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台湾的影视人是非常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一批人。你看以前李安导演呀、侯孝贤导演啊，他们拍出来的东西，哇，那真的是太牛了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9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的影视啊，它比大陆早20年，就起码它领先大陆20年，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，台湾。我不客气的说，它比大陆落后20年，因为2000年以后大陆的影视崛起了，但是台湾呢，它没有就是再能有更新的东西，就是它2000年拍出来的东西还是90年代的东西，那你当然就没有市场了嘛，而且那一代人，因为我那时候跟台湾人接触的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人去大陆嘛，就一起合作呀什么的。他们总是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台湾市场那么小，它要没有大陆市场，它就没法发展。其实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影视是你不需要非要依靠某个市场的。你说这个华语片影视，你说你非要依靠华语片，
那你说西班牙的电视剧，你也不懂西班牙语啊，你一样爱看嘛，是不是？英语也不是所有人都懂。对，那个抢银行的电视剧是不是？你说韩剧，你也不懂韩语啊，日剧你也不懂日语啊。其实影视是没有国界的，因为你都是底下有字幕的嘛。它主要是看故事内核和表演。对啊，你是在欣赏一个作品嘛，所以你不需要考虑说我要讲中文的东西，我一定要考虑是中文市场。我觉得这个观念首先这个观念就是一个错误，就这个观念就让你没法发展。台湾现在是就是分两个层次，一个是真的现在就是30-40岁这些人就变成中流砥柱了，他们是能够接受外面新鲜东西的，他们的想象力，他们的拍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的，与时俱进。对。还有一部分人还在走传统路线，你不觉得现在台湾很多综艺节目、纪录片还是停留在90年代水平吗？那不是90年代水平，是2000差不多吧，10年水平吧。但是10年水平的，我告诉你，10年绝对不是这个水平。台湾最近几年的影视剧又崛起了，真的是崛起了。对，因为你看台湾，我觉得就是从《华灯初上》开始，其实就是台湾跟奈飞合作以后。就它的电视剧，你可以让世界看到这个电视剧了。我觉得它的整个制作就偏向国际化的水准。台湾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是因为还是它有文化底蕴，拍出来的东西不是仅浮在表面化。对，它是能让你就是你看进去，它是能让你感同身受，然后呢又能让你感觉到它那个情感，然后它的一个文化内核的。对，就像我跟你用酒来形容，就是你看台湾的作品，你是可以喝一杯红酒看的呀，要喝柚子、石榴全让我吃了。倒酒啊，老板。倒酒，你吃柚子了吗？我吃了。我这柚子包的多好，一点丝儿都没有，一点皮儿都没有。是，我也觉得你这个柚子包的好，柚子确实挺好吃的。是。呵。我那天无意中，我看到一个视频，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啊，我没注意。它的标题首先特别吸引我，它叫“娱乐圈的一张臭脸”。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吗？它是把大概近5年吧，就是金马奖，台湾的金马奖，还有大陆的金鸡奖，就是这个颁奖典礼，把它剪成了一个合集。它合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最佳女主角，入围的人，咔谁？每个入围的人的特写，拍了，然后呢，等到这个一宣布说最佳女主角是谁获得的那一刹那，那个得奖的人的脸是什么样的？然后那个没入围的没有得奖的人，又是每一个人脸是什么样的？是臭的吗？臭的，真的是臭的，特别臭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表情变化呀，装都不装吗？你不应该不装啊，就跟孙悟空似的，就跟孙悟空真的72变。但是你说你要是说我入围了，我没得奖，那我知道镜头对着我，那我肯定还得保持微笑。我告诉你，他抓的是什么呢？是宣布那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刻，那个表情，然后跟可能过了5秒钟以后然后再他的表情马上变笑了。我跟你讲，属于一个微表情了。对，这个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娱乐圈。也就是说，影后这个电视剧为什么把娱乐圈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险恶呀，都真的表现得淋漓尽致？对，勾心斗角，就是我跟你讲，娱乐圈的人真的就是这样，就没有人情啊。你也不能这么说。那你说我努力了1年，我努力了几年，我好不容易有个入围的，那我要不得奖，我肯定耷拉脸啊。那人家至少是0.5秒的耷拉脸，剩下几秒还假装。那让我上去，我真妈的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些人的心理是什么呢？表面上祝贺你啊，我为你高兴啊，我为你我感到自豪啊，为你骄傲啊，然后转眼就是操他妈的。这个正常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没得奖。人与人，娱乐圈人与人真的是就是这么勾心斗角。你说，我跟你讲一个简单例子，你说那些狗仔抓到绯闻，抓到什么这些东西，你觉得狗仔真的是神通广大吗？能知道天天蹲在你家？对，能知道每个人。我跟你讲，狗仔的所有情报都是来自于，就是比如你是个演员，你是个1线演员，你跟我非常好，我也是个1线演员，你很多时候你的私生活情报是从我这儿传给狗仔的。然后你再说，你说娱乐圈这些人的上位，你说一个演员从没有名到成名，
就这个过程就是只有自己心酸。为什么会勾心斗角？娱乐圈勾心斗角这么严重，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能上位太难了。对啊，你是1万个人去争那一个人呐、一旦等你红了以后，你如果突然一天不红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落差是常人都很难以接受的。这是要调节的，需要自我调节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名和利并不重要，重要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家庭。对，你看任伟前2天做了一个我的朋友、我的同学他不是回那个中戏去参加那个，我觉得他那个节目做的挺好的。我的同学都是明星，我那期做的特别好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期节目。他做出了他能够回忆到他青春的时候那种快乐。对你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就是人走了多远的路，你回到校园，你还是那个在上学的时候那种纯真的友情那种感觉。但我们换一个层面来看待这个东西，就是咱们还回到说，因为今天聊影后嘛，因为任伟他是中戏本科的嘛，对，那他是跟佟丽娅什么都是同学，所以他是很有机会可能当第2个佟丽娅，第2个周迅，是不是？他很有机会就是因为有些人是没有机会的，有些人只是想说我当个演员，但你根本没有那个机会，因为你1年能考上中戏本科表演系的、北电表演系的本科的没有多少人。那是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了，所以他是有那个基础、有那个机会的。但是他没有选择，他选择了他嫁人了。之前我们2个有聊过这件事儿，因为他看着他的很多朋友成名了，然后呢，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，就你不一定是1线大牌，但是至少是说得上名字来的演员啊。他就说做演员这个职业太被动了，永远都是在被选择。你在被选择的过程当中，你还需要去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情。敞开天窗说亮话，你说女演员的花期其实特别短，那有些人就愿意利用这个很短的花期，利用自己有限的姿色或者是就是有限的东西去尽量高的往上爬，这无可厚非。我们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对错。这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必经之路，而且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这么做，我觉得没有人是可以去 judge 他的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像任伟呢，他就做不来这种，那他就有可能他的代价就是放弃，这就等于是半放弃了嘛，选择另外一条路来走。其实这个就像影后里说那句话，说是当你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，你是没有资格流眼泪的，甚至你是没有资格含泪的，甚至你的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，你也没有资格得到爱情的。你看那次我在任伟那个视频底下，我还给他留了个言呢。我是觉得我说你选择，因为你现在幸福啊，因为你有的可能别人没有，但是别人有的你也可能没有，但是就是人生的一个权衡嘛。对，而且人和人都是平衡的。对啊，你不可能既要又要。那你觉得家庭重要，那你就是为了爱情嫁人之类的。对。那你觉得事业重要，那你可以为了事业不择手段。但我一直觉得，其实人回归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家庭。因为你人所有干了事业，你去挣钱，其实你不还是为了你的家吗？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家呢，你这个家你不要局限在这个爱情上面，就你局限在这个爱情上面就有点恋爱脑了。他的这个家给予你一个归属感，给你一个稳定性，给你一个安全感。对。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说的是你要为了爱情放弃事业，不是。就我做这个水世界这个晚安台北这期节目，我那天看有一个人在我底下留了段言啊，我看了我觉得挺感动的。就是他写什么呢？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周一到周五，我每天晚上都喝酒应酬到2、3点，然后到2、3点的时候呢，我回到自己家，我就坐在家门口坐2个小时，然后我自己的时间。对，然后回家我再睡1个小时，然后我一睁眼起来我又去上班，我就这么周而复始的好几年。就是你说这个人你说他晚上再怎么应酬，再怎么喝酒，你的最终的目的可能就像那个居酒屋老板，就说每天我应酬完了，我到居酒屋自己独自喝一杯酒，喝一杯属于自己的酒，然后我还是要回到家，我才会有那么一点就是我觉得安心。聊偏了，你这聊太偏了。聊影后聊偏了。
结个尾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影后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大家加油！希望大家关注我的 Rich 富贵的水世界频道，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你这说的好苦口婆心啊，就感觉一老爷爷说孩子订阅哈。